当全世界富豪现在都要把他们几倍累积下来的财富拿出来投票，选择站边什么资产的时候，如果你还觉得这跟自己无关，甚至说你手上的钱选错了站边，那么毫不夸张的讲，你的阶级呢将会被固化至少20年。为什么？你会发现，今年最多人问我的一条问题呢，它其实是2条不相关的问题来了。就是黄金都涨得这么高了，还能不能买啊？还有美股都涨得这么高了，还能不能买啊？再简单点，就是一条问的是黄金，一条问的是美股嘛。但其实这2条问题呢，它不是2条问题，因为到最后你会发现，它还是同一条问题。而当这一条问题开始多人问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现在已经进入了08年之后第一次的财富大洗牌了。什么意思呢？大家好，我是扫医生，各位。黄金是不是避险资产？乱世黄金吗？那黄金这个避险资产今年暴涨了62%，是不是说大家都觉得这个世界会越来越乱，经济不太好，甚至说可能会出现崩盘，所以才把自己的钱转移到这个避险资产上面啊？但是另一边呢，美股是不是风险资产？那么今年同一时间的美股呢，也涨了10%。甚至说，如果你只算股灾之后，美股其实反弹了30%多，那是不是说市场其实也在看好美国的经济跟科技，所以才愿意把钱放进去美股这个波幅这么大的风险资产里面呢？也就是说，这2条问题它其实是一个问题来的，就是今年没有投资，所以赚不到钱的人呢，现在还可以追高去投资吗？因为无论你是看差经济去买黄金，还是看好经济去买美股，只要你今年有去投资了，你基本上都能赚到钱嘛。这个就是散户会问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这里面的严重性。各位，为什么市场在同时压住避险资产黄金，还有风险资产美股呢？就好像赌场啊，你在买大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同时去买小呢？如果经济真的是这么好，那为什么黄金会被疯抢呢？如果危机真的是在眼前，那为什么代表未来的美股可以涨得这么肆无忌惮呢？这2件事可以同时的发生，但却不可以同时为真啊。也就是说，他们当中必然有一个是惊天动地的谎言。为什么那些专家都在说美债危机，但美国他自己好像一点都不急呢？最近几个月，美国又多借了2万亿了，为什么他们可以一边欠着全世界的债，一边还能让自己的股市涨上天呢？这背后根本不是什么市场的规律，而是2股足以撼动世界的力量在进行一场阳谋的布局啊！我告诉你，真相远比你想象的更冰冷、更残酷。而你的选择呢，将会决定了你的财富是被这个时代的洪流压碎呢，还是可以乘风破浪。如果你不想要成为这个局里面的牺牲品，甚至你希望可以靠这个局来跨越阶层的话，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你预期我后续会给你更多的资讯。而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就忘了，等于浪费你的时间了，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了，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回来跟着去做。首先，避险资产跟风险资产同时在涨，确实是矛盾的。但黄金跟美股同时在涨呢，理论上是可以允许发生的。比如说打仗的时候，很多人就会买黄金避险嘛。同时，美国的经济数据前几年一直都很好，所以其他国家的人呢也会去买美股避险，因为自己家的经济不好嘛，那就只能投资经济好的美国。也就是说，在乱世的时候呢，美股也可以叫做避险资产。但这一次真的是这样吗？你会发现，22年俄乌战争打起来之后呢，黄金反而是下跌的。然后打了2年，每一次黄金只要涨到橙色的那一条压力线都涨不上去了，直到2024年之后呢才涨了上去。但是黄金真正涨得最快的其实是今年，也就是我们布局了之后。也就是说，现在黄金是涨是跌跟战争好像没有直接关系了。因为说实话，打起来你要卷钱跑了，你拿着黄金还不如拿着美元方便。那么重点来了，黄金为什么特别在今年涨得特别厉害呢？就是因为今年连美元也暴跌了嘛。所以黄金确实是避险资产，但避的不是战争的风险，而是美元暴跌的风险。再准确来说，是避美债暴跌的风险。很多人说啊，美债没有人买，美国就会出现危机了。但其实我之前讲过了，
美债没人买，对美国来说暂时是没有什么危机的。就算全世界都不去买美债了，没人借新钱给美国还以前的旧债了，美国依然不会还不起钱了。因为其实美联储是可以自己印钱，然后借给美国去还债的。那么为什么到现在美联储它要眼睁睁的看着美债暴跌了，还不去借钱给美国政府还钱啊？甚至说这2年美联储还不断的缩表去卖美债，让美债跌得更惨，让美元跌得更惨了。所以重点就来了，很多人觉得美债跟美元暴跌是美国政府去买单的是美国人去买单的，跟自己无关了，对吧？我笑了。如果今天津巴布韦的债券还有货币崩盘了，那确实跟我们无关的。但今天我们说的是美国你可以想象一下，今天你欠了全世界钱，而且你欠的不是1万2万，而是一个天文数字，多到你这辈子、你儿子那辈子、你孙子的那辈子都还不清了，你会怎么办呢？你老实的去打工还钱吗？别开玩笑了，根本还不完，也不可能去还了。所以是不是要宣布破产赖账呢？告诉全世界这钱我不还了，那美国这个国家的信用就会彻底的崩盘了以后就再也借不到钱了，也没有人跟你去投资做生意了，那这更不可能了。也就是说，还钱跟破产从来就不是解决的方法。听到这里，你还觉得跟你无关吗？当欠钱的人不会去买单的时候，那最后买单的是谁呢？当然就是借钱的人嘛。各位，现在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呢？美国严重通胀了，美债呢暴跌了，还有呢美元也暴跌了，代表什么呢？通胀就代表了购买力贬值。30年前你欠银行100万你现在终于把这个钱还清了，请问你真的还清了吗？30年前的100万，现在如果可以买到几千万以上的房子，那实际上你现在欠银行的是不是几千万呢？但是你最后只还了当年的100万，所以对于你来说呢，你是不是用已经贬值的钱去还当年价值连城的债呢？你实际上已经赖掉了大部分的账了，因为通胀让货币贬值了。然后你把这个逻辑呢放大几十万倍套用在美国身上，也就是说美国欠全世界的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而是那个数字可以兑换的真实购买力。30年前的100万美元能买到的石油、粮食、商品、技术是不是会比现在多很多如果现在要去买到跟30年前一样多的这些东西呢，可能就需要1000万美元了。所以如果算上这个通胀，美国应该要还给你1000万才对了，但是他只还了当年欠你的100万，所以这里面是不是已经赖掉了90%的债呢？那么要怎么做才可以引发通胀，让货币贬值呢？20年疫情的时候呢，美国很多的债到期了，要还钱了，所以美联储就直接没有上限的印钱，美国的通胀就直接暴涨了。然后今年呢，通胀还没有压下来就直接降息了，甚至直接搞关税了。最重要的是上一部影片讲的，你现在连美国的通胀数据是多少你都不知道了，因为政府都直接关门了，没人去统计了。所以美国通胀了，代表的不是经济好不好的，经济好不好呢，更应该看的是失业率。通胀代表的是美国他想要赖账的程度，通胀越厉害，他还的债就越少，难道不是吗？还有呢，美债暴跌了，好像没有人借钱给美国政府了，看起来是不是一件坏事？就是美国政府他要用更高的利息才能借到钱了。但各位，买美债的人是谁啊？借钱给美国的人是谁啊？是全世界吗？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外汇储备囤的都是美债那现在美债的价格暴跌了，全世界手上的资产是不是瞬间就贬值了？之前美国就很多的银行嘛，它就是因为买了很多的美债，然后美债暴跌了，所以他们的资产价值就瞬间暴跌了，然后就资不抵债而破产了。就说连美国自己家的银行都可以破产倒闭，那全世界呢？我们再简单点如果你在20年疫情美债价格最高美国在卖天量美债的时候，你去买了这个美债，你会有什么后果呢？你要面对的是后面美联储不断的升息，不断的缩表卖美债，把美债的价格砸了下来，然后呢，你在高位接盘的美债就直接大幅缩水。你可以看见20年疫情之后，美债最多人买的 ETF 直接缩水了1半以上了。那么当你在二手市场上去割肉贱卖你美债的时候呢，然后每个人都这么做的时候呢，美债是不是就会崩盘的更厉害？
这个时候美联储就可以天使下凡，说是为了要救市稳定市场，然后就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从你们这些恐慌的卖家手上大量的把美债收购回来。那美联储抄底美债之后呢，美国政府呢就要还钱给美联储嘛，但是美联储呢，他又会把美国政府还的钱又上交给美国政府，左手交右手的。再简单来说，就3步嘛。首先，美国政府他高价把美债卖给你，然后美联储出面去砸盘，从你手上低价抄底美债，接着左手交右手，美国政府付钱给美联储，美联储一转身又把钱上交给美国政府。那最后买单的是不是在高位接盘的你呢？所以整个过程呢都是公开的。他可以说为了解决通胀，然后去升息缩表，砸盘美债，然后呢市场崩盘的时候，他就以最后的接盘者入场去抄底资产，防止金融崩盘嘛，这也是出师有名的。但是这里面亏钱了，是不是全世界在做啊？然后每一次是不是都是这样做啊？还有呢，现在还发生什么事？就美元暴跌嘛，那原理是跟美债一样的，全世界都靠这个卖电子产品、卖服务、卖衣服等等，辛辛苦苦几十年赚回来的美元，那现在汇率都贬值了。比如说美元对欧元贬值了 20%， 代表什么呢？假设以前如果你欠我100万美元，我换回欧元的话也有100万欧元，那现在呢，你还给我100万的美元，我只能换80万的欧元，这是不是相当于我借给你100万的欧元啊，你只还给了我80万就 OK 了？所以现在的通膨，美元和美债暴跌，对欠债的美国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买单的是不是借钱的你呢？所以美债危机呢，那个危机应该指的是债主的危机，而不是美国这个欠债的危机。要崩盘了，要破产了，是债主破产，而不是欠债的去破产。能不能听懂呢？也就是说，全世界辛苦赚来的钱，现在都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不断的缩水。同一时间呢，无论是避险资产黄金还是风险资产美股都在不断的上涨，你手上的钱是不是缩水的就更厉害了呢？你没有投资跟有投资的人之间的财富差距是不是就越来越大了呢？所以不懂投资，觉得资产的价格已经很高了，都不是你不去投资的理由。投资是一件由不得你的事，但很多人对投资的认知呢，就停留在内幕消息，停留在长期持有，停留在低买高卖，然后呢，反而最后都是高买低卖或者是套牢的。为什么？因为他用了大户的方法去做散户的交易。第一，我们是不会有内幕的，所以我们不可能知道哪里是底部，你去抄底呢，就等同于接飞刀。第二，我们是不需要预测泡沫什么时候会破了，我们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在泡沫里面冲浪，在崩盘之前去撤退。你不敢买的股票，我们团队天天进场。你恐慌割肉的时候呢，我们早就已经锁定了利润。不是我们胆大，而是我们有一套泡沫游击战的系统，一眼看穿大户买货出货的信号，自动化的去执行赚够就跑的止盈机制，严格的守住亏少赚大的底线纪律。记着，我们不是来当股东的，而是过来收保护费的。我花了3个月把这一套泡沫里抢钱的完整系统全都塞进投资改命培训营里面。今天你不需要付400美金，甚至不用付1块钱美金，只要你是我的粉丝，你真的想要在市场上活下去，我直接送给你，算是一场公益课。那么上次没抢到门票的人，这次手慢了也一样没份了。所以赶快点击描述栏上的第一条链接，立刻去锁定你的位置，别等到泡沫破了才想起曾经有这个名额放在你的面前。所以你会发现，自从美国开始升息缩表呢，把美债砸下来之后，全世界央行去买黄金的总量直接翻了倍，他们慢慢分批的开始布局黄金了。为什么？自救嘛，手上的资产不断的贬值，那就只能换资产来避险了。所以为什么避险资产黄金跟风险资产美股可以同时上涨呢？因为这是2批不同的买家。黄金是谁在买呢？全世界央行嘛。而美股呢？全世界散户啊。那么问题又来了，黄金是美元和美债的替代品吗？当全世界都去买黄金，不要美元跟美债的时候，美元是不是就会崩盘呢？确实啊，表面上来看，央行买的黄金确实翻倍了，
但如果你把它拆开的话，你就会发现了一个很冰冷的真相。其实每个国家买的黄金呢，都只有那么一点点而已。比如说中国这几年嘛，它已经是全世界买黄金买的最积极的国家之一了。但是它平均每年买的黄金也不到100吨。中国现在手上拿着的黄金呢，官方数据有2000多吨。但你知道美国手上有多少吗？官方的数据是8000多吨啊。这个数据经常呢是受到质疑的，但不管这个数据是真是假，反正全世界都觉得美国就是有这8000多吨的黄金。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买到跟美国一样多的黄金的话，至少还需要50-60年。如果中国或者是全世界加速的去买黄金的话，那么黄金只会涨得更厉害。所以美国根本不怕别人去买黄金，因为当全世界都在买的时候呢，金价就会越贵，美国手上那8000多吨的黄金资产呢就会越值钱，美元和美债呢就会更不值钱。那么你现在是美国嘛，你手上的资产更值钱了，而你欠的债无形的缩水了，对你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那么重中之重就来了，黄金都涨得这么高了，还会涨吗？你会发现在21号的时候呢，黄金突然就跌下来了，现在已经跌了7%了。而我们提前在上周六我们弟子的内部直播里面说，我自己已经把部分的黄金跟白银卖掉，把利润落袋为安了。那这是不是代表黄金的牛市已经要结束了呢？我们看这张图嘛，最近50年黄金有5次的牛市跟熊市。第一次是1971年，黄金跟美元脱钩了啊，大家都不再相信美元了，所以都去抢黄金了。所以你看这张图，1971年之后呢，黄金就起飞了嘛。那为什么在74年左右黄金就进入到熊市了呢？就是因为当时美元跟石油挂钩了啊，你去买石油就必须要用美元。然后呢，78年左右呢，黄金又开始牛市了。为什么？因为苏联当时就在挑战美国，争世界第一嘛。当时的人就会觉得啊，苏联可能会取代美国，所以美元出问题了，黄金又涨了。然后呢，到81年的时候，黄金又进入到熊市了。因为美苏竞赛，美国就赢了嘛，美元又重新回到世界霸主了，所以黄金就进入到熊市了。然后再来就是日本在85年左右发展的特别的快，之前不是说了吗？东京的房价都可以买下整个美国了。那美国很多企业呢也被日本收购了，所以美元有可能就被日元取代，黄金又进入到牛市了。结果没过几年，一个广场协议，日本就拜拜了，美元就重新涨回来了，黄金就进入了一个很长的熊市，一直到00年，美国的互联网泡沫爆了，然后欧洲的国家就坐在了一起，搞了个欧元出来。当时欧元呢也在挑战美元嘛，所以黄金就进入到了牛市，直到2012年，黄金又进入到熊市了。为什么？因为欧债危机爆发了，欧元也拜拜了。所以你会发现，黄金每一次进入到牛市，要不就是美元出问题了，要不就是有一个国家的货币在挑战它。那现在呢？2020年疫情之后，美国无上限的去印钱，直接把美元砸下来了，然后黄金呢就开始涨了嘛。直到22年，美国开始升息缩表了，黄金才暂停了上涨。但是到24年之后，尤其是今年，美元暴跌，黄金又涨回来了，甚至涨的是历史涨得最快最多的时刻。也就是说，美元跟黄金呢就是一个跷跷板的关系，只要美元跌，黄金就会涨，美元涨，黄金就会跌。所以这一轮黄金的牛市是不是要结束呢？我们是应该把问题反过来去思考的，就是美元的下跌是不是已经结束了？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美联储会不会继续的降息？降息是不是才刚开始呢？然后美国的失业率是不是会更严重呢？所以大概率美联储其实会继续降息的，而且最近美联储已经说了，它可能会停止缩表了。如果它一转身扩表开始印钱的话，美元是不是会变更便宜呢？然后第二件事，美国的通胀会不会继续的涨呢？如果22年美联储缩表和升息，通胀都没有压下来的话，你觉得现在降息还有关税，通胀就会压下来了吗？还有美债会不会继续的下跌呢？美国最近就几个月嘛，然后就多卖了2万多亿的美债。虽然短期美债是找到了稳定币去接盘了，但长期美债依然没人买啊。美国政府到现在呢，只接短债不接长债，也就是说，
如果想要让这一轮的黄金进入到熊市，是要有几个条件呢？第一，美国的通胀要结束了，将来不搞关税了，也不降息不印钱了。第二，美元的汇率停止下跌。第三，长期的美债重新找到人去买，不然黄金的牛市呢可能会继续的开 party 啊。所以现在黄金确实跌了，因为今年我们布局之后呢就涨了62%嘛，所以回调呢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包括白银也是。所以我们自己呢就会把一部分的利润落袋为安，在等待如果有机会，甚至会继续的加仓进场。但安全起见呢，我们的风险警号亮起了，就只能先落袋为安一部分了。但目前为止，只有黄金并没有做错事了。我们自己呢是不会贸然的就说黄金要进入到熊市了，然后去做空了，这不符合我们的赔率。细节呢，你可以去报名描述上的第一条连接投资改命培训营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现在全世界国家都在押注黄金这个避险资产。世界黄金协会更说，就连这美国在4月关税之前呢，他自己都提前偷运了600多吨的黄金到自己的金库啊。而美股这避险资产呢，到底谁在买啊？细节可以看我上一部影片。而思考题，黄金的上涨跟美元的下跌到底会持续多久呢？留言跟我一起讨论吧。好了，今天这部影片，如果你觉得有些细节你是听不懂的，我建议你把我前2-3期影片看完，因为逻辑都是环环相扣的。而时间关系呢，只能在此结束了。不过下一期你预期会怎么样呢？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一句话，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时间呢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的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留言给我的。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你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拜。